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中文学习、中美文化，还有日常生活中各种有意思的事儿。每一期节目的文稿都可以在我的播客网站免费获取。除了在各大播客平台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和观看带字幕的5分钟中文。欢迎大家观看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日语 N3 考试。大家可能记得，我去年12月8号参加了日语能力测试，在煎熬中等待了1个多月后，美东时间上个星期四晚上8点，日语 N3 考试的成绩终于出来了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查分网站，输入信息后，发现自己竟然考了167分，满分是180分。查完，我真的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先简单跟不太了解 JLPT 考试的朋友们讲一下这个考试的背景。日语能力考试 JLPT 一共有5级，从 N5 到 N1， 数字越小难度越高。N3 是中级的水平，满分180分，95分是及格线，所以167分算是非常高的分数了。考试一共分3个部分，每个部分都是60分。这次我生词和语法考了满分，阅读49分，听力58分。为什么我当时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有点惊讶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发挥的并不好，所以没有什么信心，尤其是听力部分。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听得云里雾里的，竟然拿到快满分，感觉有点难以置信。而且在考试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我是提前1天到华盛顿 DC 参加考试的，第2天下午考试。考场离我住的地方很近，但是呢，我低估了 DC 的交通。我觉得差不多1点考试，11点出门肯定是绰绰有余了。结果没想到碰到很严重的堵车，我坐在车里，整个人都非常焦虑。不过幸好有惊无险，还是提前到了考场。但是考场的环境，说实话也不是很理想。首先，它在地下室，通风不是很好。我又是最后一个考号，坐在靠墙的角落，穿的衣服也有点厚，再加上紧张，整个人都觉得很燥热。最后还有桌椅，也超级不舒服。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坐过最反人类的桌椅。总之，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，我觉得自己发挥的并不好，尤其是听力部分。我想，任何参加过外语听力考试的朋友们，对那种感觉多少都会感同身受吧。就是前面已经考了1个小时，疲惫下要继续集中精力听40分钟，也挺考验人的。所以考完之后，我心里一直没底，甚至在等成绩的这1个半月的时间，
别人一旦问起，我都会觉得压力山大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我能取得这样的高分，离不开我3个月的努力备考，也离不开1年多正式学习日语的积累，还有我网上老师的教导。总之，我很满意，很开心。而且通过这次考试，我也再次意识到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和最终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。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跟大家单独聊一聊性格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，以及我们如何根据我们个人的特性顺势而为。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可以帮到更多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